么了？是不是军营出什么事了？边刚将军，郭孝代将军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郭孝代将军死了。还不赶紧退下！这嘴太快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本来还不想这样急着告诉你。之前郭孝听他人挑拨离间，以为你和叛军有勾结，这才在皇上面前告你的状。你被关入天牢之后，郭孝他查出了真相，才知道原来自己中了江逸尘的计，于是写下血书，以死明志。江一峰可以洗刷掉你冤屈的血书交到了皇上手里，皇上四处调查，终于是还了你一个清白。江逸尘，又是江逸尘！我早说过要除掉他，留着就是一个祸害。既然血书呈到皇上手里，那郭孝是怎么死的？失血过多，刀刀都割在脉上。虽然太医积极救过，但是回天乏术。恒泰，其实郭孝他是一心求死的。至于江逸尘有没有直接参与陷害你的事情，也就无法追究了。不止如此，第二日，郭嬷嬷知道了郭孝的死讯，悲痛欲绝，在府中悬梁自尽了。郭嬷嬷，恒泰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这才把你救出来。你看看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都是希望你能够活下来。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必须活下来，活得好好的，你才能对得起他们。恒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郭孝现在已经死了，你又何必再走呢？反正还是孑然一身，又何苦在四处漂泊呢？倒不如跟着我，倒也安稳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跟你在一起，学的只有恨，只有心机叵测的复仇，永远不知道怎么样爱一个人。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人生短暂，如果都用来去恨一个人、害一个人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我要做一个好姑娘，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。百乐，我不让你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离开我？别走，你留下来好吗？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你不会离开我的。逸尘，若是以前你跟我说这句话，我感激涕零，现在不会了。我看透了你，也看透了自己。你跟我根本不是一样的人，分道扬镳吧。江逸尘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当然，这个计划我已经筹划了好几年了。放心，它非常圆满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还要感谢你的医术呢，是你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成了我最大的武器。可是，他……放心，他很好。他的脸，他的心，他
他的意识、他的身体、他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属于我的。哼，他不会离开我，更不会背叛我。江逸尘，我正找你呢。我不是来了吗？今天是闲话叙旧，还是把酒当歌？郭笑，把他的命还给我！你先把连城还给我！我第一次遇见连城，是在上元灯节。他那时还是个骗子，骗别人的钱，又吓唬人。但我发现，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帮助身边的所有人。我跟他一起把银子送给孩子们，还为一个去世的老人送行。很像。他是这样的人。还记得当初我跟连城刚相识的时候，我被蛇咬，他马上跪在地上，一口一口地把蛇毒吸出来。我现在想起来，他那时候的样子真傻呀。傻？他是真的傻呀，傻得那么信任我，跟了我。进将军府之前，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屋里。连城每天为我做2个可口的小菜。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真是开心。是我不知足啊。不知道惜福的人，就应该像你这样。
一饭一菜都是钱元修来的，我没有这个福分，吃到连城亲手为我做的饭。不过，我倒是吃过连城为我偷来的鸡蛋。后来，我在童玉秀家的染坊偷银子，害他被抓起来，帮我顶了罪。真是傻。那次我替他解围，要不然他真的会被童玉秀给活埋。还好我速度够快，最后救下来了。等你来，恐怕连城墓碑都立好了。告诉你，那次是我先到的，杀了2个掘墓人，救下连城。等你到的时候，我早就躲起来了。原来如此。你说我们这样明争暗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是官，我是贼，还是因为你是仇家，我是复仇者？还是说，我们同为了一个女人？为了连城吧，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们再怎么争，他都不会回来了。我不相信连城已经死了。恒泰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上天有眼，让我找到连城，此番我一定不会让步。如果连城还活着，我会让他自己选择，无论选我还是选你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快乐。看谁打得多！站住！小妞儿，连城，连城，连城！救命啊！连城，你果然没有死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连城，走，跟我走。你还要跟我抢连城吗？我不是跟你抢连城，可连城为什么要跟你走？因为你抛弃了他，你还要把他往火坑里带吗？你休想！你，哎，别打了！你住手！你说什么？连城，你还要跟他走吗？你好糊涂！跟我走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富察恒泰，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你会让连城自己选择，难道你还要把他带回那个吃人的魔窟里吗？连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回来了。我只要知道你回来，你平安就好，你不用跟我回去。我希望你快乐、自在。连城，你放手！我不认识你。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哎，连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也不认识你，不过好奇怪，
我看见你的脸，看见你的眼睛，我心里就好难过。连城，我不是陌生人呐，我们曾经那么好，你怎么都记不起来了吗？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会慢慢的帮你想起来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没完，这件事情没完。连城，连城，嘿，是谁啊？想吃这些糕点吗？这些糕点啊，待会儿都是你的啊。乖，听额娘说，我们待会儿吃，因为阿玛还没回来呢。等阿玛回来了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，好不好？额娘，那阿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快了，阿玛马上就回来了。我们到门口去接阿玛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怎么回事？他是连城吗？是连城，他还活着，他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，云儿？你不是跟我说连城他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公主，云儿当天的确是看着连城掉入冰窟之中，这才离开的。人落入那样的冰水之中，绝无生还之理啊！连城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趁我睡觉占我便宜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丈夫啊，这里是你的家。连城，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我太想念你了。我不认识你。我的头好痛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全都忘了？你怎么都不记得了？我知道了，我可能认识你，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的脑袋里面好像有个洞，我一想，我的头就好痛。那就别想了，别想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会慢慢的告诉你，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遇到了什么人，但是不要着急，我会帮你慢慢梳理。连城，连城，我叫连城啊，宋连城，你是在迎芳阁长大的，有一天遇到了我，后来我就成了你的丈夫。好痛，好痛！别想了，连城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好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连城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星黛，恒泰，莲姨娘远道回家，风尘仆仆，我带些侍女来给她沐浴更衣。星黛，连城可能受到刺激，一会儿让侍女们说话小心点，动作仔细些。放心吧，这女人跟女人在一起，还是容易沟通的，是吗？恒泰，你看你，我不过是带人过来给她沐浴更衣嘛，真要出什么事情，你能对我善罢甘休吗？我知道你喜欢她，我能够怎么样啊？好了，放心吧，把她交给我，我会照顾她的。真要不行的话，出什么事情，你拿我试问，好吗？去吧，回去休息吧。那我出去了。给莲姨娘沐浴更衣。是。莲姨娘，这边请。宋连城，你是真不认识我是谁了？你很美，可是我不认识你啊！你还装什么装？你这藏的是什么祸心？我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？你是不认识我是谁了是吗？那我告诉你我是谁，我就是那个想让你死的人。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害死我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要你先死！公主，连城，你竟敢对公主无礼！他欺负我，我没有害他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！公主，他真的是疯了。我们这个家再也踏实不了了。你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这些吐白雾的怪物，真的能治好我吗？大师，就是她，那个我朝思暮想的女孩。可她现在似乎没有了记忆。大师，你有没有办法帮助她恢复所有的记忆？恭喜将军重拾旧爱。不过，这位姑娘头脑受了严重的撞击，所以暂时丧失了记忆。我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对她到底有没有作用。不过呢，我可以帮助她恢复一些生活中经历过的场景，唤起一些她曾经的记忆。如果再加以刺激的话，或许她会想起一些什么，不过也未可知。啊，那大师现在就开始吧。将军，那边请。喝了它。我不喝茶。喝了它，你就会很舒服。快喝了吧。你怎么又是你？跟我走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放开我！我不想跟你讲话，我不认识你。连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是江逸晨啊！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在栖霞岭上，他们要拿炸弹炸死我，
是你舍命救的我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再想想，你给我偷鸡蛋吃，你记得吗？我被蛇咬过，是你帮我把蛇毒、把毒吸出来的。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真的记起来吗？你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，可惜那个人不是你。你一定是个骗子，你一定是个骗子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富察恒泰。你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你的这张脸都是陌生的。你为什么3番2次的来找我？你到底是有何居心？你是骗子，你想害我是不是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够了！连城，我会把你心里面的那个我找回来的。你等着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是谁？又是那个蒙古族人，他又来找我了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个江一晨，若是留在京中，终究是个祸患。但他现在的身份是蒙古部使臣，就不能贸然除去。我要想个好办法，请他走。蒙古部使者江一晨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江使臣，你入我京城已经不少时日了，本来还应该多留你住些时日，但恒泰给朕提了个醒，你们蒙古部大汗千里送来贡品，朝廷也应该还礼才是。倘若你逗留太久，只怕你们大汗要疑心朝廷的态度了。所以，我已经命人准备了礼物20车，即日你便启程回蒙古部复命去吧。臣谢皇上赏赐，我必将皇上的美意带回蒙古部，交与大汗。望朝廷与我部永世交好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你让皇上把我调回蒙古，这样你就能独占连城了。富察恒泰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等着吧。我一直等着，从未离开过，只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明日我回蒙古，我会带着令千金一起走。小姑娘真是太可爱了，我真的很喜欢她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她跟连城在你心目中孰重孰轻？一样的挚爱，不分轻重。忘了告诉你，皇后娘娘想念小哥哥，刚才已经去贵使府上把他接回宫了。过了晌午，我们就和公主一起回府，不劳贵使操心了。富察恒泰就是富察恒泰，做事永远那么干净利落。好，我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走着瞧。
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在这摆摊不拿出孝敬来，哪个能保护你的安全呢？大爷，我懂。来，大爷，您收好了，收好了。小子，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？这几个大子儿，你当大爷是叫花子，真不识抬举。兄弟们，给我端了他摊子！各位大爷，且慢动手，我今儿真的没开张，哪来的钱孝敬各位大爷？少跟我废话！在我的地上摆摊，能赚多少是你的事情，收多少是我的事情。大爷，我求求您了，千万别端我的摊子呀！我还指望着这个摊子养活我和我娘呢。各位大爷，行行好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端了我的摊子，我拿什么来孝敬你们各位的？大爷，各位大爷，行行好啊，大爷！兄弟们，哥几个给他长长记性。起来！滚蛋！好，打得好！大哥，跑什么跑？连我这个大哥都不想认了吗？大哥，梅姨娘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哥，其实都是我不好。这分家以后，我没事就去赌，这一天输了好几两，输了又想翻本，再输再赌，一来二去，这家就败了。其实，我现在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可是已经都晚了，有什么办法？您是知道我的，我文又不能文，武又不能武，又不肯出力扛米单杀，所以我只好做起这卖字画的营生。我还好，就是可怜我额娘，身体又不好，还跟着我吃苦，我们就只能这么紧巴巴的过日子。不提了。喂，该交租了吧？大哥，几位大哥，再宽限期。这都拖了多久了？亏你们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人，怎么做事情跟无赖一样？今儿还是告诉你们，再不交租，马上收拾东西滚蛋！好了，几位，他们的房租我来给，给我恢复吧。我说宋连成，你还真是厉害，这装一天吧你不累，你要是装一辈子也不嫌累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说的话好深奥啊！我真不明白你在我面前装什么。我还真希望你是疯了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在我面前，最不聪明的就是耍花样。我告诉你，恒泰是我的，这个家是我的，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全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要给你立锥之地，你就给我踮脚站着；我要给你一席之地，你就给我乖乖坐着。哪一天我不高兴了，你可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。听到吗？什么锥子席子的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要恒泰，有了它，我什么都有了，对吗？宋连成，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。连成，怎么不好好玩，坐地上干什么？谁想坐在地上了？
是刚才公主推了我一把，害我摔在了地上。没事的，我不痛。参见公主。他们怎么来了？他们生活落魄，毕竟是一家人，还是回来一起过吧。恒泰，你忘了吗？他们害过你，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往家里带呢？明轩是我弟弟，他回来理所应当，正大光明，请带。恒泰，跟我来。来。这个家又要乱了，前有狼后有虎的。恒泰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恒大爷要他过来帮忙的。想当初，他拿了我1000两银子呢。这种人留在这儿，等于是猫儿看鱼。明轩不能留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跟我来。是。这样吧，你多给他100两银票，银子入账的时候，900两的银票说是800两，你看他是怎么入账的？是。连城，待在这里做什么？夜深了，小心别冻坏了身子。我在等你。等我？你答应过我，会一直陪着我，逗我开心。你可别说话不算数。这个府里啊，真的很无聊，每个人都说要讲规矩，每个人都在说奇怪的话，特别是那个公主。公主怎么样？她怕我跟她抢你。她真是多虑了，我才懒得跟她抢呢。你一直都是我的，对吗？对，一直都是你的，要什么给什么。那我要那片天空亮起来。好啊，这不难。连城，你还记得当初你被王胡子绑架，你那个没有放出来的火流星吗？火流星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过恒泰，我好喜欢这些烟花呀！哇！额娘，额娘！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额娘，我害怕。不害怕啊，有额娘在你身边，额娘会保护你。公主，公主，我刚刚从账房回来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录入的是800两银子，而那多给的1张银票不见了，账簿上也没有记载。来得正好，正愁没处下刀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，这气势汹汹的干什么呀？别怕，公主，这么晚了，你带这么多人来这干嘛？而且还押着明轩和梅姨娘。恒泰，你自己引狼入室都还不知道呢。早上云儿这糊涂虫去账房存放皇阿玛给我的900两银票，可明明是900两，硬是错录成800两。错录了不要紧，有了银票就可以入账。可是偏偏就有人把这100两给贪了，这不是大犯家规吗？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这个弟弟明轩。账房先生都可以作证，这钱只有他经过手，而且还有人亲眼所见他把钱藏在袖子里。
恒泰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？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府里。先把明轩和梅姨娘放了。是。恒泰，公主，他们两个……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光看表面的。你瞧瞧，娘，这是不是你要的银票？就是这张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我的指甲印呢。这就是了。今天明轩点账的时候，发现多了100两，他觉得放在账房不放心，就特地来交给了我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家和万事兴。明轩以前是犯过错，公主对他有疑心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他现在改邪归正了，公主何不多给他一个机会？恒泰，他这样的人，我知道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可我们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。明轩再不济，他也是我弟弟。现在他有所长进，公主何不多担待一些？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这多有失身份呢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是。走吧。我是在为谁操心？你就这么不领情吗？对谁都比对自己的妻子好。